第三部分，包管柜尺寸的规划。那阳台上面一般管道会比较多，像如图，它有一个主落水管，在我们的这个洗衣机柜左后方。好，那有这个管道，首先确认一下，后期客户是否会对这个管道包隔音棉，因为我们初次去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裸管，到我们真实要下单的时候或者安装的时候，它已经包上隔音棉了，整体厚度会有所增加。最好是跟客户确认好是否需要包隔音棉，如果要包隔音棉，后期复测还需要再次确认包完隔音棉后管道的总的宽度、深度。好，当然是要测量最深处和最宽处啊。好，那我们后期做板材或者石材包管时候，尺寸如何去预留？首先在宽度上面，我们可以比管道的宽度扩尺10到20毫米，深度上面也是比管道深度扩尺10到20毫米。那扩完尺，这个尺寸是我们包管的内径，我们还要加上本身包管，如果是板材的话，板材厚度；如果是石材的话，是石材本身厚度的距离。比如我们的管道宽度是150的，那我们包完管以后，包管柜它的宽度是190，相应是如何计算的？它的方式是管道宽度，当然这个管道宽度150是包完隔音棉的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包管柜内空宽度比管道预留20，就是扩尺20，再加上板材或者是石材本身的厚度，板材本身18，我们可以算20，石材大部分都是20毫米厚的，那我们再加上这样的板材或石材厚度就可以了。所以150加20加20，我们的包管柜的外径就等于190。深度也是以此类推的。接下来是包管上下的一个位置。首先下面一般是要落于台面之上，然后用我们的台面挡水沿着包管板正面走一圈，就可以起到一个防水的效果了。包管柜上沿一般是要齐平我们这个洗衣机柜的上沿，这样的话我们顶柜对应的高度就对齐了。第四部分，石英石台面的一个规划。首先石英石台面遇到我们的管道做切角，尺寸与包管尺寸保持一致。包管会比管道扩尺10到20毫米，我们的石英石台面切角也比管道多10到20毫米，两者尺寸内径尺寸保持一致即可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包管板件落在石英石台面上。石英石台面包管处的挡水可以后期备注做长一点，现场沿着包管板件走一圈，防止沾水、变形等问题。另外，石英石台面最主要的是要去编辑一下我们的数字台面。首先就是我们的四周，它的一个见光面和非见光面是否准确。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盆开孔是否准确。如果我们的阳台柜新盆是陶瓷盆的话，台盆前端要距我们的台面前端至少120左右，左右差不多要60。金盆开孔后端距离我们的切角位置差不多也要在60这样的一个距离。如果是不锈钢盆的，台盆开孔前沿距离我们台面前沿大概80就够了。